到本节介绍内能次板系统成型设计高阶参数其他参数。选择其他页面，可以看到可设置废砂、收加针、代砂选项以及其他参数。废砂即对大声后面的封口砂和鸟眼视频进行设置。废砂模式即对结束前的鸟眼视频进行设置，有如下几种模式。通常情况下，选择加针编织。废砂转速，注意这里的废砂转速与成型设计界面中这里的废砂转速是相关联的。改变这里的废砂转速，确定，可以看到这里的废砂转速也改变了。废砂模式和废砂转速两个选项在不勾选废砂落部和其地板时有效。这一节便是加针编织一模式。在信息提示栏中可以看到，行数为80行及40转。通过加针编织，编织完后，针数与其底的废砂是相同的，有助于连续编织。当勾选废砂落部时，编织完封口渣后，直接进行落部，不会存在结束前的鸟眼视频。当勾选其底板参数时，编织完封口砂后，也将直接进行落部，没有结束前的鸟眼视频。因此，废砂模式和废砂转速这两个选项在不勾选废砂落部和其底板时有效。棉砂转速及封口砂的转速，这里为10转。编织完主砂后，8号色所代表的行便是封口砂的行数。废砂一把砂嘴即编织完主砂后，封口砂和结束前鸟眼视频是否使用一把砂嘴编织。砂嘴的设置在砂嘴和段数页面。废砂砂嘴1和废砂砂嘴2。废砂砂嘴只有一把砂嘴时，则取废砂砂嘴1的砂嘴，即1号砂嘴。勾选该选项，确定。可以看到封口砂及棉砂和结束前鸟眼视频在功能线215上都只有1号砂嘴编织。不勾选这个选项时，确定。注意，要想用2把砂嘴编织废砂，这里的系统类型应该为多系统。确定。可以看到封口砂和结束前鸟眼视频在功能线215上有1号和7号砂嘴。收加针、吊针的最小针数对应着工艺单输入区域，类型为平收的地方。当平收的针数大于设置的值时，则有吊针。这里平收的针数大于设置的值，确定。可以看到
平收的时候有掉一针，然后落布。如果平收的针数小于设置的值，可以看到，在平收时则没有掉针和落布的动作。通常情况下，设置为5针。有效针，即当收针的数小于等于有效针数的值时，则出现收针色码；大于有效针数的值时，不出现收针色码。这里将值改为2针。确定。可以看到，在收针时，收3针没有填写收针色码，收2针有填写收针色码。通常情况下，有效针数为7。加针方式有如下几种。加针方式主要是为了加针时所加的针不脱落。杀水方向为方便查看系统类型，选择单系统，即大针只有1把沙嘴。可以看到，右边加针时，机头的方向总是向右；左边加针时，机头的方向总是向左。也就是说，左右加针有错开一行。偷吃一次时，可以看到左右两边的加针在同一行上，并且有偷吃一针。偷吃色码为16号色。偷吃一次2。偷吃2次。这几种方法，新加的线圈都不会脱落。代杀选项，代杀不处理针数，也就是说，当代杀的距离小于设置的值时，则不进行代杀处理。在这里有一个代杀的处理，圈选这个范围，可以在信息提示栏中看到代杀的距离。当设置的值大于这个距离时，可以看到这里代杀处理被取消了。通常情况下，这个值是默认值，不需要改变。代杀回踢针数，也就是当代杀的距离小于这个值时，不进行回踢；大于等于这个值时，则进行回踢。这里的代杀距离大于回踢针数的值，因此有进行回踢。修改这个回踢的值，可以看到，代杀之后没有进行回踢，直接带入。通常情况下，这个值也是默认值。
本节介绍完毕，谢谢大家。